短剧女王郭雨欣杀青失控，30亿播放背后，她哭着鞠躬感谢粉丝，眼泪止不住。3月19日的晚上，在浙江横店玉殿丘的杀青现场，郭雨欣突然泪崩了。那一刻，她穿着简单的黑色休闲装，头发随意挽起，整个人看起来疲惫，却又带着一丝终于卸下重担的轻松。粉丝们轻轻唱起《追光者》，熟悉的旋律刚一响起，她就再也忍不住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，肩膀微微颤抖，哭得泣不成声，眼睛红肿得厉害，声音带着明显的哽咽。她却没有躲闪镜头，就那么站在那里，让人看着既心疼又心暖。哭了好一会儿，她才慢慢缓过来，深吸一口气，向大家深深鞠躬，声音沙哑，却满是真诚。其实不是拍完了就上线了，而是你们每一天都在关注我，在没有新剧的时候也托举着我，真的谢谢你们给了我力量，春天会来的，未来的路还很长。说完，眼眶又一次红了。看到粉丝拍的现场照片，他忽然露出带着泪光的笑，对大家说，如果照片里有黑眼圈，麻烦大家帮我 P 一下哦，那种语气就跟平时跟朋友聊天一样，随意亲切，完全没有明星的架子。很多人说，这一刻的她最真实，也最可爱，像一个终于可以卸下盔甲，被温柔包围的普通女孩。杀青宴现场没有奢华的布置，只有粉丝们用心准备的紫色主题花篮，呼应她剧中陶子怡的角色设定。大家围着她，有人递纸巾，有人轻轻拍背，还有人喊雨欣不哭，眼泪是珍珠。她哭着哭着，又和大家一起唱歌，氛围温柔又美好。那晚的她不再是红毯上闪耀的女演员，而是一个被爱包围，却也累到需要被哄的女孩。粉丝的陪伴，让她这些年的委屈和坚持，都在那一瞬找到了出口，也让她更坚定地相信，所有奔赴都会有回响。郭雨欣的起点其实很普通，她1999年7月16日出生在辽宁沈阳，高中就读于沈阳市第120中学，后来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教育系本科班，2021年毕业。科班出身，本以为能顺风顺水，可现实给了他重重一击。毕业后，他进入演艺圈，早期在《长月烬明》《一念关山》《承欢记》等热门长剧里，只能演一些几乎没有台词的龙套角色。比如在《长月烬明》里饰演地茶丫鬟红珠，台词不足10句；在《一念关山》里是刘诗诗身后的贴身丫鬟，镜头扫过的时间不足3秒。在《承欢记》里出镜累计不到40秒，连全名字幕都没有。片酬低得可怜，北京的房租都快交不起，最艰难的时候，账户里只剩83块钱，还要靠妈妈接济才能撑下去。那段时间，他每天奔波在剧组和话剧舞台之间，做日薪80块的群演，攒3天钱才能勉强付房租。日子苦到极点，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。他说，即使是边缘角色，他也会偷偷为人物设计小动作和小表情，因为他相信，每一次表演都在积累力量，为未来的某一天做准备。2023年，短剧行业的爆发给了他一条喘息和翻身的路。为了经济独立，他放下科班身段，勇敢跳进这个当时很多人看不上的赛道。刚开始，他也纠结过，念那些夸张的羞耻台词时，心里会堵得慌，甚至觉得自己辜负了中戏的训练。但他告诉自己，先活下去，再谈梦想。2024年是他最拼命的一年，全年拍了37部短剧，有时候连续工作72小时，月均3-4部戏。身体透支，情绪也耗尽，他形容自己一个月爱3个男人，到后面真的爱不动了。角色混淆，哭戏哭到麻木，但他没有停下。因为短剧让他第一次感受到被观众看见的温暖，也让他慢慢找回表演的自信和尊严。真正让他彻底爆火的是2025年9月上线的《盛夏芬德拉》。这部改编自小说《冷战3年》，扯证离婚他却悔红了眼的短剧，由张大马导演执导，制作成本据称800万元，拍摄周期仅11天，却上线18天，播放量就破30亿，后来甚至冲到44亿，成为短剧史上最快的现象级爆款。
她饰演的白青梅，那个在契约婚姻里慢慢治愈对方的自由摄影师，雨天拎鞋，生理期煮红糖水，浴缸吻的破碎眼神，每一个细节都戳中了观众的心。网友们刷屏说，终于吃到短剧的细糠了。豆瓣开分 8.7， 央媒连续推荐6次，她从18线小透明，一跃成为短剧顶流。片酬从最初的5000块飙升到20万甚至更高。抖音粉丝暴涨，商业价值翻倍，但她最开心的是，终于有人认可她的演技了，不再只是流量演员，而是真正有实力的表演者。爆红之后，她没有被流量冲昏头，而是更清醒地选择减产提质。她开始严格筛选剧本，把科班的细腻注入短剧。比如在《我们野蛮生长》里，她饰演异域影后江南，在西北荒漠的戈壁里和工程师陆北互相救赎。全程实景拍摄，风沙漫天，她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沙丘上，回眸的那一幕成了名场面。这部剧是短剧圈首部公路题材，首播当天红果平台热度破8393万，播放量轻松破10亿。他说，实景拍摄让他重新找回了表演的真实感，也让观众感受到命运的粗粝与温柔。还有经济花开，这部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指导的法治题材短剧，他挑战律师角色，义正言辞地为弱势群体发声。杀青后，官媒公开宣传，称赞他不忘初心，用表演传播正能量。新京报等媒体也肯定了他在短剧领域的专业素养和担当，这让他从短剧演员慢慢走向主流认可，不再被标签限制。而玉殿秋是他从短剧转向长剧的最关键一步。这部民国传奇情感剧改编自灵犀小说，是良辰美景知己合的姊妹篇，由居觉亮导演执导，程磊和徐若涵主演。郭雨欣饰演的女2号陶子怡，前20集是骄纵人性的巨富千金，被宠坏的明媚如骄阳，后20集黑化成复仇女神，冷冽如寒月，情感反差极大。她说，这是她第一次真正挑战反派，我这张脸怎么让人相信我是坏人？为了角色，她手写3万字人物小传，每天凌晨拍完戏，还加练台词，一句要练40多次。扇耳光戏 NG40 遍，导演要求眼泪从左眼先掉，他哭到崩溃，却也从中学会了长剧需要的克制与层次。150天的横店生活，熬夜、挨冻、反复打磨，他用实际行动证明，短剧出身的演员一样能驾驭长剧的深度。导演甚至是他出道时长月烬明的同一人，命运仿佛闭环，让他感慨万千。杀青之后，他很快调整好状态，发文温柔告别陶子怡，再见啦，子怡，谢谢你让我成长。未来，他还有更多作品在路上，他正在努力拓宽戏路，尝试不同的角色和题材。从片酬只有5000元，到如今20万一片，他这一路走得真的特别不容易。他想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，她不是只属于短剧的女王，也能用实力在更广阔的舞台发光。看到她从账户里只剩83块钱的日子，到如今一部部短剧累计播放量轻松破100亿，从只能在镜头角落递茶的龙套小透明，到被主流媒体认可，被官媒点名表扬的实力派演员，我心里真的是满满的感动和骄傲。她不是靠运气一夜爆红，而是用一滴一滴的眼泪，一场一场的熬夜加练，一句一句反复磨的台词，硬生生把自己从泥泞里拽了出来。那些深夜里崩溃哭完还要继续背词的时刻，那些被质疑短剧演员没深度却依然咬牙证明自己的日子，那些片酬从5000块涨到20万却依然保持谦逊的模样，每一步都走得那么真实，那么疼，也那么闪光。郭雨欣的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，人生没有捷径，但只要你肯死磕，肯坚持，肯在最黑最冷的夜里还相信光，总有一天春天会真的到来。它不会因为你哭过就提前，也不会因为你累过就缺席，它会静静的等你走到足够坚强，足够值得被温柔对待的那一天，然后毫无保留的拥抱你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怎么看她的这次转型呢？从短剧女王到长剧演员，
他这条路会不